一个普通人要想接近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，最简单的路径是去西藏定日的珠峰大本营。我们在去之前原本以为这里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又累又渴，累想要赶快休息，渴又不得不先来凿冰烧水，但实际是这样的，很夸张，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拍上照，然后这边就放了3块石碑。当然还有最经典的，我在珠峰很想你。离开狮泉河后，我们沿219国道从阿里地区继续向南，深入青藏高原腹地。青藏高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，以至于这里有很多景象同平原地区截然不同，比如云低得离谱，而雨又像是云伸向大地的帷幕，它披盖在山川湖泊上，将天地连在一起。但我们又在地理课本中学过，这里日照充足，所以当强烈的阳光遇上云和雨的时候，真的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。到了夕阳西下时，余晖穿透帷幕，将它染成一片橙红。当你来过便知道，这里的天气从来独立分明，阴晴风雨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片天空中。夕阳西垂，远处的雪山山坡上在下雨，近处的草场上河流弯曲，然后在河流旁边，藏野驴们在喝水。哇，天哪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啊，朋友们！就感觉这是太童话了。这里看起来很湿润，但其实不然。这是喜马拉雅山脉，这是中国的青藏高原，这是尼泊尔。山脉的南坡缓缓地伸向印度洋，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，尼泊尔王国气候湿润，四季如春。而山脉的北麓陡降，终年积雪，再加上深陷大陆的中部，远离太平洋，所以自然气候十分的恶劣。喜马拉雅山对水汽的阻挡有多厉害呢？在沿着这条山脉行进的途中，你甚至能看到沙漠，这是来青藏高原之前我完全没想过的景象。而越向南走，喜马拉雅山就变得越发高大，直到我们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玛的山脚下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这种盘山路爱好者的圣殿，虽然可能没有盘山路爱好者，但是我说实话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盘了，我只能说。提到西藏，许多人脑海里都会冒出这个东西，它叫风马旗，以风为马，旗上的经文与祝福会吹向各地。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，平安喜乐。记住了哦，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的风都会把祝福带到你身边。我们在路上遭遇了冰雹，黑云将世界第一高峰压得严严实实，你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庄重而神秘的氛围正在向你缓缓靠近，直到我们到了营地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排了长队。对，就大家都排着在这边照相，我以为这就一块石碑。你知道这里特别像什么吗？特别像是那种大型的那种主题摄影公园。它叫什么名字？瓦齐宁。它上面会有高反吗？一点都没有。虽然珠峰一直在那儿，但云层有时会将它完全遮住，所以许多人像我们一样会选择在那里住上一天，等待云开。来之前我们在想，这里的海拔将近5200米，住宿条件应该会很差，但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。哦，大本营这边的大床哦，然后这标间是这里，其实还不错。哦，这是标间。哦，这里同步这里是1人120，就这样。哦，这里是可以睡6、7个人。哦，这是通铺。哦，供氧是有那医用品，还有制氧机那些都有，这个可以用7、8个小时都没问题。一桶是生的，是500。除了帐篷，你还可以入住这里唯一的宾馆，虽然有点贵，但这里是自带供氧的。哦，这个房间多少钱来着？大家猜一下多少钱好，3、2、1。650。这个房间是我们目前环中国到现在住过最贵的房间。上高原之前，我们就听过一句话叫"高走低睡"，意思就是尽量把海拔高的一些路段放到赶路这个区间，然后把住宿放到海拔低的地方。因为如果你在海拔特别高的地方住宿的话，
你不是很适应那种海拔高度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，就是它那个高原反应会特别严重，轻则晚上睡不着觉，重则就是很多人因此丧命都有。这个地方是我们目前住过的最高的地方，现在海拔是5026。就你看啊，这边有一个小设备，就是这有个旋钮，你把它扭起来，哎，这边就开始冒泡，就跟开锅了一样哈。这边可以扭起来。然后现在这2个孔就是在冒氧气，这个特别像病床。收回啊，就这个比喻不太好，这个特别像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就是医疗房间。这个现在这种状态叫弥散式供氧，就是它这个氧气会飘着满屋都是。然后如果你特严重，你现在希望这个氧气对着你的鼻子一顿猛攻，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插到鼻子里去，一上来吸可能感觉有点很浓的塑料味儿，就是它管子本身的味道，但是你习惯了之后就好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，大家一般会很老实，日落就意味着睡觉。我们俩吃完饭出来遛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股强劲的音乐突然响起，他们在干嘛？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亲临世界之巅，过于兴奋，直接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蹦起迪来了。而且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是珠峰大本营每晚的保留项目。这不是火麒麟吗？大家其实有点过于兴奋了，但是在过于兴奋的同时，你看拿氧气瓶，背着制氧机，这还有骑身上的。盛开着永不凋零。测一下，不是，我还活着吗74啊，95了。我能想象到大家来珠峰很兴奋，但是我没想到珠峰是这个样子啊。到了第2天，云层散开，这个地球的最高点就这么清晰地暴露在你的面前。当你亲眼目睹到珠穆朗玛的时候，昨天的所有兴奋与冲动似乎都有了新的寄托，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。这里有中国海拔最高的邮局，世界海拔最高的寺庙。站在高处，你可以看到寺庙的白塔与珠峰交叠在一起。对于这里的僧人而言，世界最高峰的朝霞与黄昏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对于我们而言，走了30年才看到了小时候在地图上用手指反复摸索的世界之巅。8848米，这每个人都默背过的数据刻在碑上，但山本身就是碑，地球将它矗立在这里，今后还有无数人为此痴迷，也有无数人对此不屑一顾，但归根结底，它是超越人类的永恒，它对谁都不在乎。离开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以后，我们继续向前。还记得中学课本里提过西藏的地热能超级丰富吗？我们这次沉浸式的感受了一把。环行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，现在关注一波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